在我看來，這台海賽力 C1 Pro 140瓦充電器的亮點不在屏顯，而是在餘量和底盤。因為功率平台有裕度，次級有接近7000微瓦的儲能濾波，升級以後主流兼容性補齊，所以這些優點造就它的100瓦功率長期用更加的踏實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這期我們來拆海賽力的 C1 Pro 140瓦屏顯充電器。測試片裡，它的性格其實很明確，主流安卓和 iPhone 的充電體驗都比較順，輸出也乾淨。它能把140瓦頂住1個小時以上，最後用車鏈收尾，這個是很不錯的一個設計啊。真正決定它的上限的是內部的電路架構、熱設計和溫控邏輯。我們一起拆解看真相。還有，我收到了海賽力官方升級了兼容性的最新版本的充電器。這期視頻咱們先補測榮耀的100瓦 PPS 的充電表現，然後再來對它做拆解。咱們前面測試片，這個充電器暴露出來的兼容性問題，廠家看到以後就馬上對它做了升級，說明他們官方對產品的品質要求還是挺高的啊。這種對產品認真負責的態度，我們是否應該更加的支持一下，對不對，老鐵們 ？Type-C 一口現在可以啟動 PPS 100瓦。Type-C 二口同樣可以啟動 PPS 100瓦的充電標識啊。我們充電採集數據，這部榮耀手機已經100個電了啊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，這個 PPS 100瓦的充電曲線走得很標準，最開始的峰值功率直接飆升到接近80瓦的功率啊，後面一直穩定在56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續了9分鐘時間，然後調整功率，後面是44瓦，持續了4分鐘時間，然後37瓦的功率。持續了4分鐘時間，後面就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0到100一共花了36分鐘，符合 PPS 100瓦的充電速度。給這個手機充電，充電器殼體的溫度在37攝氏度左右。測試的時候，咱們室內溫度16度左右。這個充電器升級以後，確實把 PPS 跑穩了，說明海賽力官方對他們產品的品質要求還是很高的啊。這根線材我剛剛已經做了3次拉力測試，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拉力測試的過程。3次拉力測試，平均下來，它可以承受的拉力為54.2公斤，這個成績也算是可以吧。我們現在把這個外皮全部剝開，看一下內部的線芯。這個是外部的編織網，材料還是用的挺厚的。剝開線材的白色外皮，咱們用打火機燒一下。這個是阻燃的材料啊，點燃它是自己可以熄滅的，而不是一直燃燒，而且燒出來味道不臭。內部的線芯是用的鍍鋅線銅絲，可以看到有抗拉纖維，但是不多。裸露的線為負極線，紅色的為正極線，4根細的為信號線纜。線材沒有配置屏蔽網，也沒有抗拉纖維。如果再加上抗拉纖維的話，這個拉力會很強的。我們把2個 Type-C 頭子取下來，看看內部的芯片。可以看到這個線材，它內部的芯片是單一 Marker 芯片的配置。線材的正負極焊點、數據線纜的焊點都是很飽滿的。線材內部的 eMarker 芯片型號為深圳汇能泰半導體出品的 HUSB332D， 是一款用於電纜識別應用的 eMarker， 符合 USB Type-C V2.2， 也符合 USB PD 3.1 和 USB 4規範。汇能泰2015年成立，專注於智慧能源控制技術研發。這就是海力士140瓦充電器內部配置的一根 CC 線啊，大家覺得用料怎麼樣？這個海力士 C1 Pro 140瓦充電器內部的配置如何？我們拭目以待啊！還是那句話，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先把折疊插腳这個蓋子，我們把它撬開。交流電是通過一紅一黑2根導線連接到主板上面，內部主板模塊上面的導熱片上面打的有白膠進行固定啊。這個充電口面板應該也要把它撬開，採用雙面膠粘貼上去的。我們用鉗子把這個板子給它拔出來啊，耐高溫的絕緣膠帶。模塊的上下方各有一片黃銅板，可以看到這個主板4塊 PCB 堆疊而成。這是 EMI 部分，充電口部分，顯示屏部分。屏幕是直接粘在殼體上面的，一取出來直接就廢掉了。觸控區域一塊紫銅箔，
可以看到黃銅板下面還有一塊灰色的導熱硅支貼，主板的中間還灌封了藍色的導熱硅膠，取下2片黃銅，這個不叫散熱片了啊，這個叫保熱片。這一片上面這個灰色的導熱硅支貼還是非常厚的，這種硅支貼的導熱效果很不錯。還有這種藍色的導熱硅膠，導熱係數也是很高的。關於黃銅板的問題，我們後面再講。這個是初次級隔離的麥拉片，這裡還有一片，把初級和次級完全隔開。拆開以後，整個板子的做工和布局還是可以的。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充電器的主板，然後把它全部拆散，再來給大家講解內部的電路。兄弟們，這個充電器我已經全部打散。前面測試我們看到主流的 PD、PBS， 它整體都很規矩，高負載能夠頂住1個小時，但最終會用保護動作收尾。同時熱點更偏向接口附近，再加上廠家對兼容性做了版本升級，這說明這台機子的表現既有不錯的硬件底子，也有不錯的策略調教。拆開之後就會發現這些現象能在板子上找到對應的解釋，所以它的思路就是前端把電路做穩，後端把充電口分清。接下來4個章節，我們就按照這條鏈路從前到後講解，把測試裡看到的溫升、保護和兼容性一段段給上相應的電路真相。我們從 AC 入口開始，把這台140瓦的電流進門路線先捋清楚。最前面是一顆深圳藍寶安科電子5安250伏塑封慢熔保險絲，它是第一道硬保護。藍寶安科2003年成立，主營過流保護器件、熔斷器件等。往後就是第一級小型繞線式供膜電感，配合一顆東莞晨曦電子出品的 X2 安硅電容 0.33 微法275伏，先做一輪傳導 EMI 的攔截。晨曦電子2013年成立，主營安硅與薄膜電容等。再往後就是第2級同帶式供膜電感，再疊一顆晨曦的 X2 安硅電容 0.22 微法275伏，形成2級供膜濾波加2顆 X2 的組合，對高頻噪聲更有抑制效果。這就是為了在各種工況下不要讓干擾灌回電網。整流部分用的是深圳沃爾德實業出品的貼片式整流橋，8安1000伏，2顆並聯，這個背面還有一顆。並聯的邏輯就是分攤發熱，降低壓降，提高可靠性。沃爾德2010年成立，主營分立器件2极管等。整流後有2顆晨曦電子的 CBB 薄膜電容，1微法加1.5微法，再配合一顆繞線式濾波電感，組成派型濾波，用來壓住整流脈動與高頻紋波。用一顆益陽萬聚源電子出品的 WH 系列10微法400伏高壓電解做母線的儲能與濾波。萬金源電子2005年成立，主營鋁電解固態等電容產品。輸入端2級 EMI 雙橋並聯，加上派型濾波，把高壓母線先洗乾淨，後面的主電源才有彈、穩定和效率的資格。主電源這塊，先看它的供電鏈路。高壓母線建立之後，先由一顆深圳宇光電子出品的10微法50伏電解電容給主控提供偏置與啟動電源。宇光2001年成立，主營低中高壓全系列鋁電解電容。主電源核心主控是深圳 BEV 電子出品的 KP2815，一顆帶功率因素校正 PFC 功能的離線數字恆壓電源主控。它把 PFC 與主功率變換職責集成在一起，優點是結構緊湊、節省泵，功率密度容易做上去。代價是主功率器件與磁件的壓力更集中，熱設計、環路與 EMI 都更挑布局。BEV 2014年成立，主營電源管理與模擬數模混合集成電路。主功率開關管選用的是深圳英諾赛科半導體出品的氮化鎵開關管 65D080B， 用氮化鎵的目的很明確，開關損耗低，反向恢復小，能在高頻下效率和溫升壓住。英諾賽科2015年成立，主營氮化鎵功率器件研發與產業化。旁路保護用一顆 S5M 快恢復2極管，承擔尖峰能量洩放與前位相關的職責。主變壓器初級4個引腳，包含輔助供電。次級引腳是雙並雙引腳輸出，說明它在次級電流能力上是按大功率去堆疊銅榫與引腳承載的。
安圭可力這邊用了2顆四川特鐵強科技出品的貼片陶瓷外電容，220匹法1顆，1100匹法1顆，用来卸放供膜干擾。特銳翔2004年成立，主營各類安圭陶瓷電容。反饋電路用的是深圳奧倫德實業出品的 OR1008 光偶，把刺激電壓信息送回主控，保證恆壓精度與動態響應。奧倫德1998年成立，主營光偶等光電器件。主電源把能量送到次級，接下来就看它怎麼把直流整乾淨，並支撐頻顯與多口順態。次級這邊第一件事是把能量高效的整流出去，這裡用的也是深圳 BEV 電子出品的 KP4060 同步整流控制器，驅動2顆江蘇東威半導體出品的 NMOS 開關管，型號為 SFS152-075UGN， 東威2008年成立，主營功率半導體器件。整流後，次級這裡還加了1顆濾波用共膜電感，把次級的高頻噪聲再壓一遍，對多口同時工作時聞波一致性有幫助。然後就是這台充電器很亮眼的用料，4顆東莞君康電容出品的電解電容，總容量6600微法，有點誇張啊。君康2005年成立，主營鋁電解電容研發、生產、銷售。再疊加1顆益陽萬金源電子出品的 PZ 系列470微法35伏固態電容，總容量達到7000微法。這種體量不是為了好看，是為了多口負載躍遷時的母線抗跌落、抗抖動。頻顯與控制電路，電源來自南京威盟電子出品的 M13121 降壓供電 IC， 加上旁邊的合金電感，給 MCU 提供穩定的低壓。威盟電子1999年成立，主營模擬與電源管理芯片。主控 MCU 用的是上海维安半導體出品的 WY32F1030 32位 MCU。維安2008年成立，業務覆蓋 MCU、電路器件、功率器件等方向。人機交互用的是湖南融合微電子出品的 RH6016C 单通道觸摸 IC， 配合旁邊的觸控彈簧做按鍵輸入。融合微2007年成立，主營消費類集成電路及應用產品研發銷售。底盤的直流準備好了，最後看多口是怎麼分配的，3路獨立降壓，4口協議才是這台 C1 Pro 的業務層。進入輸出端，這台海赛力 3C-EA 的結構非常清晰，4個充電口配備3路獨立的降壓，靠功率路數去分工。協域與口控這邊用的是3顆珠海智融科技出品的協議管理芯片，2顆 SW3566H， 分別管理 C1 和 C2 充電口，單口功率設定140瓦 ，SW3537 去管理 C3 口和 A 口，最高功率設定30瓦。智融科技2014年成立，主營快充協議與電源管理芯片。功率執行端 C1 和 C2 口各自一套獨立的半橋降壓，2路一共4顆深圳优金微電子出品的 YG45N04 NMOS 開關管作為半橋開關管，配2顆臥室安裝的環形電感做能量轉換。輸出濾波各用1顆萬金源 PZ 固態220微法35伏來壓紋波。然後就是充電口 V-Bus 控制上用2顆优金微的 YC65N04 做輸出開關，並且用 R2003 白色貼片電阻做電流採樣。這一套組合的意義，協議芯片決定電壓電流策略，半橋負責把功率變出來， V-Bus 開關管負責讓保護動作更乾脆，採樣電阻負責讓線流更有依據。C3 和 A 口對應的是第3路降壓，它的環形電感更小一圈，功率定位要低一點。輸出濾波用的是萬金源 PZ 固態220微法35伏和220微法25伏各1顆。V-Bus 開關管用的是优金微 YC040N03 2個充電口各1顆。電流採樣電阻用的是2顆 R2005。這就是一套30瓦級別的口控模板，規模更小，但是結構邏輯是一致的。3路獨立降壓把多口功率分擔清楚， SW3566 3537把協議分工清楚，半橋加電感把功率執行清楚， V-Bus 開關加採樣電阻把保護閉環清楚，這才是4口還能講穩定的底層邏輯。兄弟們，這一章節我們不重複電路結構，直接講優缺點，看工程師在哪些地方做對了，又在哪些地方還有一些缺點。先說優點，第一，這台海赛力 C1 Pro 的架構選擇是對路的，深圳 BEV 的 KB2815 這種帶 PFC 的單極電源平台，再配上氮化鎵開關，就是奔着效率和功率密度去的。它是按照高功率平台留餘量去做的140瓦，這跟很多品牌用100瓦平台硬頂140瓦的思路不一樣。餘量在，熱核保護策略才能更從容，所以它滿載能扛住1小時以上。
這是平台餘量在幫他兜底。第二，我願意給他一個產品外觀的加分。現在行業裡跟風太嚴重，一堆140瓦帶屏顯的桌充，外觀語言、屏幕位置，甚至按鍵交互都在套模板。海賽力這台作為初創團隊的第一款大功率產品，至少外形沒有走這條捷徑，而是做了自己的桌面形態和交互風格。第三，兼容性這塊也做到了很負責。我們測試裡發現兼容性短板後，廠家能第一時間做策略升級，補寄新版本讓我補測。這不是嘴上說的重視用戶，而是用結果來閉環。對消費者來說，這種響應速度也是一個加分項。再說缺點，核心就一個，熱設計還需要加強，而且要用工程手段來解決。它的溫控 NTC 在主變 IC 的頂部，閾值上限首先盯的是主變的溫升，同時充電口附近又是明顯的熱點，說明黃銅的散熱能力還是不足的。如果要提升滿載持續能力，更合理的方向是優化熱擴散件與壳體的導熱連接，必要時用鋁擴散或者配合灌膠，把熱導到該區的地方。總的來說，架構思路選對了，外形不跟風的態度值得肯定，也願意根據測試快速改進手機的兼容性，但熱路徑和熱管理還要再工程化一輪，這才是它從能跑走到更耐跑的關鍵。兄弟們，最後這一段我們把測和猜合在一起，把這台海賽力 C1 Pro 的性格講透。首先是測試這邊，安卓機型升級後都能穩定跑起該有的快充檔位，蘋果的充電曲線也能按照標準節奏走完，文波控制在同級裡也算很乾淨，滿功率能頂1個小時以上，而在更常用的100瓦功率區間，它的持續性明顯更舒服，這就告訴你它是為了100瓦長期用別折騰而生。這一次拆解把原因都對上了，完整的2級 EMI 設計，加上全套的 BEV 電子150瓦級別的電源方案，讓它在140瓦輸出1個小時以上。誇張的7000微法濾波電容把直流母線穩住，後端用智融科技的3路獨立降壓把4口分工管好，造就它不俗的兼容性和實際充電效果，還有文波表現。測試片的兼容性短板被我們測出來後，廠家能夠快速升級並補寄新版本補測閉環，至少說明海賽力官方他們不是裝看不見，而是願意把產品的品質往前再推一步，這是不得不說的一個加分項。你要是桌面多設備長期用，看重穩定與輸出品質，升級兼容性後的這台海賽力屏顯140瓦是可以考慮的。還有，我不建議把它當成140瓦的長期滿功率電源來壓榨。一句話總結，在我看來，這台海賽力 C1 Pro 140瓦充電器的亮點不在屏顯，而是在餘量和底盤。因為功率平台有裕度，次級有接近7000微瓦的儲能濾波，升級以後主流兼容性補齊，所以這些優點造就它的100瓦功率長期用更加的踏實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測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靈活測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